女服务员第一天上班就被顾客拉进包厢，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。男友赶来，盛怒下抓起烟灰缸，将男人当场砸死。5年后，警方调查时，意外在荒废已久的屋子内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冰箱。等打开冰柜，就看到一具被冰冻的尸体。此事惊动了局长。警员越看这具尸体越觉得熟悉，这尸体怎么像5年前的被害人赵大宝呢？等看到冰箱上面的照片后，更加确定男尸正是5年前失踪的赵大宝，因为照片上的人正是电工刘烈同的哥嫂。当年赵大宝案后，凶手杨锵锵人间蒸发，如今找到赵大宝的尸体，就证明这件事跟屋主刘烈同关系匪浅。警方立即展开了追捕行动。这老刘看着平平无奇，身手却十分敏捷，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大街小巷，一番追逐后，在女警的配合下，终于在乡间小路逼停了嫌疑人。谁知刘烈同老当益壮，丝毫不带喘息，爬起来就逃，在湿滑的铁管上跑得健步如飞。经过一番殊死搏斗，警方最终成功制服刘烈同。审讯室内，刘烈同拒不配合，无奈警方只能将赵大宝案搁置，先重点突破足疗店的案子。很快，手下拿来了尸检报告，足疗店里的焦尸死前竟被冰冻。法医怀疑死者在被烧之前就已经死亡，而赵大宝的尸体也被冰冻，很明显两起案件有着必然的关系。就在警方焦头烂额之际，董老板却有了动静。足疗店老板死前跟他风流，被人录下视频，3番2次的敲诈。为了防止丑闻败露影响家庭，董老板只好乖乖照做。不料还没等对方拿到钱，3轮车的主人就回来骑着车走了。不久后，车里的钱就被人发现，大伙立马报了警，10万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。匪徒没收到钱，董老板也是哑巴吃黄连。可敲诈的人并没打算轻易放过他，这次竟然绑架了董老板的女儿，把10万块钱送到镇东的废弃工厂，还想见到你女儿吗？乐乐，别哭了，你别碰我女儿。如果你要敢报警，别想再见到她。我有钱，我一定给你送去。可如今董老板根本拿不出10万块钱，他干脆把心一横，打算用命赌一把。出发前，他给老婆留了一段遗言：老婆，我也舍不得你，下辈子有机会，咱俩还是老婆，别忘了告诉孩子，我是一个好爸爸，我是一个合格的爸爸。与此同时，接孩子的妻子也发现女儿不见了踪影，瞬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便想也没想直接报了警。另一边，董老板也按照约定时间赶到了镇东的废弃工厂。在他见到绑匪的那一刻，才知道原来背后的大宝竟然就是房东玉姐。拿到钱的玉姐欣喜地跑去查看，谁知发现里面竟是一堆砖头。暴怒的玉姐将董老板打得惨不忍睹。关键时刻，警员及时赶到，两人大战300回合，不分伯仲。原来玉姐就是赵大宝案的杨锵锵。5年前，她还是一个男人的时候，跟夜总会服务员希姐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而赵大宝每次去消费都会趁机开眼，直到有一天，杨锵锵看到女友被玷污，一怒之下失手杀死了赵大宝。事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吓得转身就跑。电工刘烈同看到他满脸是血，立马将他拦住询问情况。得知杨锵锵刚杀死了赵大宝，刘烈同非但没有惊恐，反倒告诉杨锵锵赵大宝就是个臭流氓，曾经不仅欺负过他嫂子，还逼死了他的哥哥。这种人死不足惜，为了帮兄嫂出气，他包庇了杨锵锵的罪行，随后就将赵大宝的尸体冻在冰箱里，上面还供着兄嫂的遗照。哪知那天祭奠的时候被玉姐看到，两人一起杀死了玉姐后，利用她的尸体伪造了足疗店的火灾。杨锵锵生怕杀人的事情败露，连累希姐，便赶忙与其分了手并躲了起来。而希杰却以为杨锵锵是嫌弃他，索性就自暴自弃开了家足疗店，并改名潘莹莹，打算了此一生。杨锵锵见不得希杰如此风尘，更无法忍受他门庭若市，
于是，一个恶毒的计划悄然萌生。他看到董老板经常深夜光顾潘云雨，就偷偷拍下视频勒索董老板。勒索董洪良确实是我提出来的，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。要落入深渊很容易，要爬出来就……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最终几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